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一种当企业和家庭为了减少债务而削减支出时，导致整体经济活动下降的现象。这通常发生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之后，尤其是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当资产价值下跌至低于负债水平时，企业和家庭会努力偿还债务，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这种现象最著名的例子是19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经济长期停滞。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核心在于，当经济主体如家庭和企业的资产价值大幅下跌，而负债仍然高企时，他们会优先选择减少支出，偿还债务，而不是增加消费或投资。这种行为在微观层面看似理智，但在宏观层面却会导致经济需求的整体下降，进而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日本在1990年代初经历的就是一次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当时，日本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破裂，导致企业和家庭的资产大幅缩水，但他们的负债却依然高企。为了偿还债务，许多企业和家庭削减了支出，这导致整体经济需求急剧下降，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这种情况不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成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资产价格的泡沫和随后的破裂是主要成因。当泡沫破裂，资产价值急剧下降，但负债水平却没有相应下降，这就造成了企业和家庭的净资产负面化。其次，为了恢复财务健康，经济主体会减少支出和投资，这进一步导致经济活动的萎缩。此外，资产负债表衰退还可能导致信用市场的紧缩，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着更高的违约风险，从而减少贷款和增加贷款成本。为了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政府和中央银行通常会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实施货币政策来降低利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以及采取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需求。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因为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即使利率降低，经济主体也可能不愿意或无法增加借贷和支出。资产负债表衰退对于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传统的经济指标，如 GDP 增长率和失业率，还要关注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此外，资产负债表衰退还凸显了防范金融泡沫和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总的来说，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复杂且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现象。它不仅对受影响的国家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困难，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了解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成因、影响以及应对策略，对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公众都至关重要。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日本在1990年代初经历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研究这一现象的经典案例。当时，日本正处于其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房地产和股市价格飙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效应。然而，这一切在泡沫破裂后迅速逆转。房地产和股市的暴跌导致了资产价值的大幅下降，而许多企业和家庭的负债却依然高企。这种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失衡，迫使他们削减支出，从而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大幅下降。面对这一挑战，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首先，日本银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利率，以减轻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负担，并试图刺激经济活动。然而，由于企业和家庭更加关注于减债而非消费或投资，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此外，日本政府还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政府增加了公共工程支出，以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对经济有所帮助，但也导致了政府债务的大幅增加。长期来看，这些债务成为日本经济的一个重担。除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之外，日本政府还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这包括银行业的重组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政府鼓励银行对不良贷款进行处理，并推动企业减少过剩的债务和改善财务状况。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金融系统的稳定，并提高企业的效率。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缓慢。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影响深远，导致了所谓的失去的10年。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而且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艰难而漫长。日本的经验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特殊而棘手的经济问题。它不仅需要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应对，还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来解决根本问题。此外，这种衰退的解决需要时间，并且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痛苦调整。日本的案例对其他国家提出了重要的启示。它表明，在面对资产价格泡沫和随后的经济衰退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到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过程，并采取全面的政策组合来应对这一挑战。同时，这也显示了预防资产价格泡沫的重要性，以及在经济繁荣期间保持财政和金融稳定的必要性。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后，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一系列政策终于开始显现成效，日本经济逐渐步入复苏之路。这一转变虽然缓慢，但确实为日本经济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首先，日本银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逐渐降低了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负担，刺激了投资和消费。这一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加上经济主体信心的逐步恢复，开始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企业开始增加资本支出，家庭消费也逐渐回升。其次，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尤其是在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增支，对于提振经济和增加就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措施不仅直接刺激了经济活动，也间接提高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和信心。此外，日本政府在金融系统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重组银行业、处理不良贷款以及改善企业治理，日本的金融系统逐渐恢复了稳定，这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日本经济的复苏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政府债务的大幅增加成为了一个长期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后续的年份里进行财政紧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后，日本企业开始更加注重效率和创新，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并加强内部管理。这些变化提高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为日本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日本政府也积极推动社会和劳动市场的改革，这包括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促进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以及改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挑战。总的来说，日本在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后，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努力，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复苏。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且充满挑战，但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表明，在面对类似的经济危机时，需要耐心和持续的政策努力，并且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日本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所采取的政策和经验，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也在于对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稳定机制的理解上产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日本的经验教训使得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更加意识到资产价格泡沫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经验中，全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学到了，过度的资产价格膨胀和过度的杠杆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并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来预防和应对金融泡沫。其次，日本的经验也促使其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平衡。许多国家在面对经济衰退时，开始更多地采用结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法，以及进行结构性改革。
这种政策组合不仅旨在刺激经济短期内的复苏，也助眼于长期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日本在处理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的经验，对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多国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参考了日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金融系统稳定和重建方面，这包括对银行业进行重组、处理不良资产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同时，日本的经验也提醒了全球经济体，对于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限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例如，日本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但也带来了储蓄减少和退休金系统压力等问题。这些问题提示其他国家在采用类似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可能的长期后果。最后，日本的经验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对全球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寻求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总之，日本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的经验，不仅对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启示。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世界各国面对类似挑战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将继续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